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，每周分享家庭美食。很多朋友留言想吃椒盐口味的糕点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款老式的椒盐糕点鸭尾酥。首先我们看一下需要什么材料：适量的色拉油、精盐4克左右，糖粉25克，花椒大约有5克，白芝麻60克。已经铺在烤盘当中的200克的中筋面粉，面粉我们需要把它给烤熟，先把烤箱预热到上下火200度，面粉放入到烤箱当中，烤至微微发黄即可。烤熟放凉之后，把烤熟的这个面粉给它过筛，过筛之后，我们把刚才准备好的材料一一添加进去，接着把准备好的60克的白芝麻和5克的花椒倒入到研磨杯当中，研磨成这种颗粒比较粗的粉状，稍微粗一点，吃起来有口感。研磨好之后，和刚才的面粉混合在一起，用手搅拌均匀。接着我们加入适量的油，把材料给它揉成一个柔软的面团，油的分量可以自己把控一下。接下来的步骤就相对于比较简单了，我们只需要去制作油面和油酥就可以。按照今天的比例是200克的中筋面粉，加入50克的油，玉米油、色拉油、花生油都可以，再加入100克的水，揉成一个均匀不沾手、柔软的面团。油酥的配料是150克的中筋面粉，加入75克的油，揉成一个柔软的面团。之前有小伙伴留言说这个油酥软了怎么办？适当的加点面粉就可以了。待刚才揉好的油面不用醒发，我们只需要放置10分钟，让它自然松弛一下就可以。然后我们今天制作2种，所以这个面团一分为2。上一个视频我们用的是大包酥的制作方法，今天我们用小包酥来制作，把取过来的面和油酥同样分成5个等份的小剂子，这样一块面团包上一块油酥。包好之后我们在案板上撒上少许的干面粉，把这个面团给它擀成长条状，我们要给它开酥了，然后把它给叠起来，然后再擀开，再叠起来，2遍之后我们的酥就开好了。接着呢，我们要把2边擀得更薄一些，中间厚一些，取来和这个面团等份的刚才做好的椒盐馅给它包在里面。后面的步骤其实和开酥差不多。包好之后，我们在案板上也是撒上少许的干面粉，我们像刚才开酥一样把它擀开。在擀的时候尽量擀得越薄越好，当然也要把控一个度，不要把这个酥皮给它擀破。擀好之后我们就像做吐司面包一样，给它稍微用一点力气把它卷起来。这个地方切一个特写，我们取来一把小刀，然后从中间斜着给它划开，然后轻轻的对折起来，把小尾巴也给它划开，这样我们第一种样式的虾酥就做好了，放在烤盘当中。视频中放入的4克的盐是一个大众的口味，如果感觉味道有点淡，可以再多加1-2克的盐。表面刷上一层厚厚的鸡蛋液，烘烤的温度一会儿分享。我们来看下一种的做法，前面的步骤都是一样的，我们直接快进到这一步。这一步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，就是在卷起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再去揉它了，我们让它更鼓一些，更胖一些。这样我们用一把小刀从中间横着把它给切开，每一半侧着给它划开。剩下的这些材料我们正好又做了10块鸭尾酥，刚刚好做了2盘，什么材料也都没有浪费。第2种做好了，第1种也刚刚新鲜出炉，第2种也刷上鸡蛋液送入烤箱。烤箱的温度设定是先预热烤箱，上火210度，下火210度，放在烤箱的中层烤22到25分钟。好了，应广大伙伴们的要求一款椒盐的老式糕点就做好了。这种糕点好像已经很过时，很难再买到了。喜欢的小伙伴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一下，记得回来给老爸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为了方便大家去看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材料已经备注在视频下方的备注栏。